若生活在温哥华和加拿大 BC 省，什么美食都可以错过，但千万不能错过斑点虾。它是西海岸的特产之一，而在整个北太平洋，它们只生活在 BC 省西海岸的某几个深水区域。每年允许捕捞斑点虾的时间非常之短，根据斑点虾当季繁殖的数量，大约5月起，只有短短1到1个半月的时间，才能吃到鲜活的斑点虾。斑点虾为雌雄同体，在成熟的前2年中是雄性，而后2年变为雌性，因此我们所食的基本为雌性斑点虾。斑点虾有着天生艳丽的棕红色身体，头上有白色线条和斑点，最长的斑点虾长度有超过23厘米。它的味道鲜甜香滑，口感紧实 Q 弹。虾头的黄和大闸蟹的蟹黄口感相似，关键因它们的体积较大，每只都很肥美。今天我们来到温哥华米其林推荐餐厅皇庭海鲜酒家，来看看大厨是如何制作斑点虾的。这个虾呢，都是经过我们挑选过来的，很大的，然后就是看都是乱蹦乱跳的，这是很鲜活的那种。可以吃生的话，它就是那个水就是很干净，符合那个卫生。所以它其实不用太多的去清洗。对。首先我们要把这个须剪掉，对，这样剪掉，然后在这个头里面磨一刀，方便它入味。它一点点的生，稍微有一点，不需要太多。这个是冻虾，冻虾需要时间去处理，就是起码要1-2个小时。就是烫熟的，经过一个那个清芥末调这个汁入味。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制作的青椒酱。青椒酱。这个4种不同的斑点虾的味道，能否跟我们介绍一下？这道就是我们在主流经常去吃到的那种豉油黄斑点虾。这个做法就是最主要就是在挑选这个大的鲜活的，因为很多人喜欢吃它那个头部那个膏蟹膏，基本上大蟹膏头关键就是这个豉油，这是每一间店的一个厨师他调的豉油那个香味啊，有一些味道都是金沙咸蛋黄，就是说这个咸蛋黄就是金沙，就是首先要挑选那个好的鸭蛋，咸鸭蛋，经过烤箱，有慢火把它烤熟才会有那个蛋黄的香味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皇庭的一个特色。这个鲜花椒呢，就是在制作过程中把它那个里面本身鲜那个鲜味被锁住在里面。这一点就比较好功夫。所以这道菜在皇庭是不是也是非常受欢迎？也是受欢迎。对，它是有点辣，但不是很辣，是有点这个花椒的香味。
就叫尖椒、青芥末冻蟹，我们一般要冻多久？起码要2个小时。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个绿的，就是鲜椒酱，鲜椒酱是桃子的鲜粉。其实它的做法其实它是挺类似的，那我们自己在家煮，如果是一般我们会去超市买这个斑点虾，然后拿回来自己煮。我们如果是保持这个斑点虾的原汁原味，你一般从超市买回来，马上做，也可以，但是不能放到太长时间，因为上太长时间呢，几个小时以后它就会不活了，不活它就在那个馅就会慢慢的流失。你为什么你吃到不活的虾，不是 Q 弹，不是那种甜的，而是那种非常碎的那种？不 Q 弹的那些，通常都是第一，就是它不是活的，不是活的。第二，有可能在制作的过程，因为这个虾呢，你一定必须要把握它那个烹饪的那个时间。如果过了，火候过了以后，不会有 Q 弹的那个感觉。这样子剥开，然后呢，从下面把这个头下面这块儿一拉，这个地方是不能吃的，然后这块儿就会露出来，对，完整的这个虾，整块这个头的肉会连在这儿，然后的虾黄也是可以吃的。一拉，这样子就是整颗的虾子。因为那个凤凰体中国的一些就是客户来，他们点的最多的，或者说最受欢迎的是客人是那个他的那个年龄有很大分别，就是年轻人的话，他喜欢这一款，就是冻的新鲜的那个芥末，这个年轻人很喜欢的，还有就是我们的新做法，这是很多客人还不知道这种做法，这种，但是推荐给客人吃的话，他们会很受欢迎。但是这个呢，必须提前订，因为它一定要冷，那个虾要先它是冻虾，所以要提前做，马上是做不出的那个效果。如果他真的要吃的话，我们可以介绍他吃，马上吃的话就是刺身，虾刺身也是非常好的。比较传统一点的做法就是豉油王，还有就是金沙，这个比较传统的做法。相对来说呢，豉油王就更加多人吃一点，因为呢这个是老人家他也会很喜欢，这个还是年轻人比较喜欢一点。新芥末那些青花椒的话，就是那个也是我们的新做法，很多其他餐馆都没有的。它不会让那个虾新鲜感没有，它会反而会把那个新鲜的味道调出来，又有一点麻辣的感觉。这种吃法很受那个年轻人喜欢。